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3月9日星期三，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住房销售下降，但价格上涨27.7%。2022年2月，随着房价创下历史新高，人们的负担能力不断恶化。根据多伦多地区房地产委员会 TREP 的数据，由于需求回落，大多伦多地区 GTA 从上个月住房市场的销售活动创纪录水平的下降。不幸的是，尽管房屋销售下降了16.8%，但平均售价仍同比增长了27.7%。整个大多伦多地区对所有权住房的需求仍然强劲。虽然需求远未达到2021年的创纪录速度，但竞争仍然是常态。潜在购房者感到失望，因为除了价格增长外，加拿大央行还将其关键利率上调至 0.5%。一些经济学家预测，今年还会有5次加息。与此同时，房地产投资者可能会推迟以高价购买投资或租赁物业。加拿大央行上周的首次加息不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有意义的影响。大多数经济学家表示，这将在借贷成本几次上升之后出现。许多家庭在2021年匆忙购买房屋并进行交易，增加了2021年的成交量。这是为何今年销售预测对比上一年较低的一个原因。即使借贷成本趋于上升，也会对房屋销售产生缓和作用。然而，持续的供应短缺和大量的移民水平抵消了抵押贷款成本增加的影响。安大略省住房负担能力工作组的成员一致认为，更多的供应是减少竞争或价格战的关键。加拿大发布了对11个国家的旅行警告。现在，加拿大的旅行限制正在放松，许多人可能正在考虑再次飞上天空并预定出国度假。虽然加拿大的非必要全球旅行警告在2月份正式解除，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只要买一张机票就能如愿地飞往您想去的任何地方。现在有多个联邦旅行警告，希望提醒出国的加拿大人，这些警告影响了多个旅游热点地区。被列入旅行警告的国家可能有几方面原因，如犯罪水平、暴力犯罪率、内乱，甚至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不过，这些警告只是建议，旅行最终仍然由每个人自己决定。您最好在旅行计划开始之前，仔细检查旅行建议列表，以确保您在旅途中尽可能的安全。被列入旅行警告的国家分别是牙买加、墨西哥、菲律宾、哥斯达黎加、摩洛哥。那里存在高发暴力犯罪，特别是一些地区涉及帮派、毒品和枪支。法国、英国、比利时，由于恐怖主义的威胁，应该高度谨慎。泰国，前往泰国的旅行者应该意识到曼谷和该国其他地方持续的政治紧张局势和零星示威活动。越南，因为该国显然正在处理针对外国人的日益增加的犯罪活动。乌克兰，加拿大政府敦促国民避免前往乌克兰，因为俄罗斯最近入侵乌克兰。该国许多地区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中，包括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CNBC， 比特币上涨9%，拜登宣布对加密货币的行政命令。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周三走高。此前，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了备受期待的数字资产行政命令，该命令似乎对该行业表示了支持的立场。根据 Coinmetrics 的数据，比特币最新交易价格为42284美元，上涨约 9%。包括以太币在内的其他加密货币也大幅上涨。但最初的价格飙升是在行政命令宣布之前。美国财政部在网上发布了细节和一份声明，以回应美国总统即将发布的关于加密货币的行政命令。拜登的政策要求采取措施保护美国消费者、投资者和企业，保护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减轻系统性风险。该行政命令还指示美国政府探索潜在央行数字货币的技术基础设施和容量需求。
这是一种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与比特币等加密货币不同，比特币不受单个实体控制和发行。财政部长耶伦在周三的声明中表示，行政命令要求对数字资产政策采取广泛的协调和措施。该行政命令似乎受到加密货币行业和投资者的广泛欢迎。法新社：中国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北京周三表示，他将向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提供约价值500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第一批物资已经在路上。中国认为，北约的东扩加剧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这与克里姆林宫的主要安全关切相呼应。中国外交部周三表示，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告诉他的法国和德国同行，中国对欧洲爆发战争深感悲痛的第二天，第一批援助物资已经运往这个拥有4400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告诉记者，应乌方要求，中国红十字会将提供一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包括食品和日用品，价值500万元人民币。习近平还敦促最大限度克制，以避免发生人道主义危机。自2月24日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以来，他们已经在多条战线上进入该国，炮击主要城市，并迫使大规模撤离。这场战争已将约220万难民送入乌克兰边境，联合国称之为自二战以来欧洲增长最快的难民危机，引发了对更广泛冲突的担忧。北约的扩张已经将事情推向了临界点。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